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3万。今天呢，我们聊一个宇宙的谜团。谜团？对，宇宙还有什么谜团？宇宙有很多谜团。今天我聊暗物质。好。暗物质呢，在这个科学界里面，其实已经存在100多年了。然后有人觉得它存在，有人觉得它不存在。哦。然后最近呢，就有关于暗物质最新的消息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它。好。暗物质呢，其实是从1933年的时候开始，有一个叫弗里茨兹维基的一个瑞士科学家他提出的，因为他发现按照我们万有引力的公式，我们整个太阳系内的整个引力公式是对的。但是呢，他在有一次观察一个星系的时候，他就想说用引力公式去套一下，看看其他星系的引力是不是准。然后呢，他就用公式把已知所有星系的质量全部都加在一起之后，他发现如果这是这个星系已知的所有质量的话，那这个星系就不应该存在。不应该存在？对，因为这么严重？是的，因为它整个星系的质量按照引力公式，它整个星系会被甩飞出去。对。就根本不可能围绕着一个星系就那么紧密的。那目前确实已知的是没有被甩出去啊。对，它事实是它没有被甩出去，而且我们现在看起来，我们整个太阳系的引力公式也是对的。对啊。那也就是说，被压制住了。对，它应该被什么东西锁住了。有可能哎。对，所以在我们没有看见的地方，应该有一大团质量，锁住了整个星系的内核，不然的话，它整个对，就是所以才叫它暗物质。但是呢，在暗地里的，暗就偷偷的那种物质，偷的不见的那种东西，就叫暗物质。但是暗物质呢，为什么我会说它是谜团？因为当时科学界其实分成了2派，一派认为可能是我们的引力公式发生了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曾经我们的引力公式就开始质疑我们自己的问题了。对，就开始我们这个公式是不是确实是有点问题，并不是星系的问题，或者是别的可能。对，为什么会有这个猜测？因为一开始我们的万有引力其实是有问题的。有问题？对，万有引力公式最早是牛顿提出来的嘛。我们整个太阳系的时间都是可以被计算的，只有水星每100年会有30秒的偏差。30秒的偏差。对，所以大家一直在猜测，是不是我们的仪器出现了问题？但是很多年有很多科学团队都在测量这个事情，其实都是对的。最后爱因斯坦就跳出来说，他说万有引力公式是有问题的。有问题的。对，真的有问题。真的有问题。这个理论就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，他在26岁的时候就提出来了。所以大家一直觉得爱因斯坦是个天才。你想，一个26岁的人颠覆了整个科学界。是的。大家觉得100多年的引力公式没有问题，结果他说这个是有问题，打破了。所以就是有了爱因斯坦这个前科，就有科学家觉得，这个引力公式应该还不对。是的。我们应该继续完善我们的引力公式，而不是去拿一个暗物质去填充说，它是不对的。但是有个问题啊，那如果这个公式是不对的，那为什么太阳系是对的？对啊，这也很奇怪。对，而且同时，按照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来说，光如果经过一个很大质量的物体的时候，光的形状会产生压缩，就比如说会有很深的凹陷。这个如果按照我们引力公式有问题的话，它其实没有办法解释的。所以我们一直觉得暗物质一定是存在的。就一定是存在的。但是到底是谁的问题呢？对，所以科学界差不多已经吵了90多年了，然后呢，就在最近，暗物质这个事情开始有了最新的进展。所以我们今天才会开这期影片跟大家说一下。真的？最新的进展，一下子不困了。对，来，我听听。因为是这样的，暗物质，我们说暗物质，但其实暗物质是什么，我们一直不知道。因为我们只知道它是一个现象，而不是一个某种具象化的东西。对，未知。对，按照科学主流的说法，暗物质其实有4种。一种是 WIMP， 一种是轴子。轴子？不是肘子，是轴子。轴子。还有一种是原初黑洞。黑洞啊？对，就原初黑洞其实跟我们了解的那种黑洞还不太一样。因为原初黑洞是宇宙刚刚产生的。没有真正的去拍到吗？其实宇宙里面我们已经找到了很多原初黑洞。但是那种黑洞它其实体积非常小，只有一颗行星这么大。掉进去怎么办？掉进去怎么办？掉进去这个不知道呀。其实掉进去是有科学家通过理论来推导出来的，是有结果的。如果你掉进黑洞的话，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，在那一刹那之间，你会看到整个地球毁灭。毁灭？对，因为你的时间跟地球的时间是不一样的。我们说回来，我们刚才说了暗物质可能有4种，那今天我们只说其中1种，因为这也是科学主流的说法，就是 WIMP。
WMP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，WMP 其实科学界已经找了快30多年了。在1985年的时候，美国就建造了一个非常深的地下室。然后他们怎么找 WMP 呢？因为如果2个 WMP 或者 WMP 跟一个原子核对撞的时候，会释放出一些伽马射线。伽马射线其实就是宇宙最常见的一种辐射。对我们人体是有害的，但是在宇宙其实是非常普遍的。那理论上我们只要探测到它，那我们就能够确定这个 WMP 可能就是暗物质。他们其实为了找 WMP， 在地下室等了30多年，一个 WMP 都没等到，一个都没有。然后呢，最新进展是什么呢？我只是说其中你说4种就只说1种呀，1种然后没找到。对，所以最新结论是什么？没有结论。你听我说完嘛。就是我们先说一下现在最主流的 WMP， 介绍 WMP， 对不对？然后第2种呢是 CERN 呢是欧洲原子能核研究室，他们想通过他们的强子对撞机把 WMP 撞出来。结果也没撞出来。但是呢，就在去年的11月份，有一个日本的科学家叫 Totani， 他在想说，我们人类找了这个东西找了30多年，那我们找不到单个的，或者说我们找不到落单的，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宇宙里面它可能存在的地方去找它？因为全部的，对，找大量的，对不对？哇塞，很大胆的想法。对，因为他在想既然它会释放出伽马射线，我们就去有伽马射线的地方找嘛。然后呢，他就去找 NASA 借了费米望远镜，去看银河系中心的那15年的数据。因为那里有大量的伽马射线。然后呢，他就把已知可能释放伽马射线的地方全部都排除掉。比如说脉冲星，或者是宇宙背景辐射，或者是一些粒子，他全部都筛掉。然后呢？结果他在整个宇宙的中心看到了一片非常亮的光点，非常亮的光点。那一团，那一团也就是说明它那一团的地方就是有大量 WMP 存在过的地方。也就是说整个宇宙确实存在 WMP。为什么我们会说 WMP 会很像暗物质？因为WMP 它只会跟引力和弱力发生干涉，它不会跟我们普通的物体发生干涉。如果 WMP 存在的话，它会直接就穿过我们身体，对我们身体没有任何影响，而且它的本身质量又很大。这么恐怖？因为它整个条件非常符合暗物质的要素，所以我们觉得 WMP 可能就是暗物质。但是这其实有个问题，因为有很多科学家都觉得说，只有一个人，15年的数据，整个银河系的数据，你一个人能筛得干净吗？所以呢，Totani其实也很头疼，因为他在公开论文里面也说，他说他非常希望有一个数据团队能够帮他做这个事情。因为有人帮他算了嘛，因为一般这种科学论文，他会有自己一个推导，然后有一个专门的团队帮他们测算各种数据来验证你的结果是对的。所以这件事情目前还没有一个非常确定的理论。但是其实从侧面也能证明暗物质本身是存在的，但是不是 WMP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。然后其次呢，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，多伦多大学的一个实验室，他们想证明暗物质真的存在。所以呢，他们就找到了一个星系叫 CDG2， 都有名称的。他们有各自的编号的。这个星系它其实非常典型。因为这个星系里面一共就只有4个星团，这4个星团里面，每一个星团里面有大概几百万颗恒星。恒星就是太阳，也可以理解为太阳，有几百万颗太阳都牢牢的绑在一起。那该有多大呀？然后他们就在原地疯狂旋转。那这个时候他们就在想说，它既然这个尺度是固定的，它们的质量和它们的引力应该也是固定的。他们就想拿这些已知的这些星系的总质量，看看按照这个速度来旋转的话，引力的公式对不对？对吗？其实不对，也不叫不对，应该说本身的质量只有这个公式的0.02%的质量，还差不对劲，对，还差99.98%的质量没有被发现。所以这个宇宙里或者是那个星团的附近一定有大量的暗物质，所以才能把它们锁在一起。我们这一期要告诉大家就是，暗物质其实是真的存在的。只是我们还不知道暗物质到底是什么。对，它到底是什么东西，我们还没有看清楚。暗物质之所以叫暗物质，因为它暗，偷偷的。然后说到这里，我其实有个大胆的猜想，暗物质可能不是这个宇宙的物质，别的物质。对，因为按照量子力学来说，那好像我们能碰到它呀，我们也能监测到它呀。
你都能接受到暗物质了？不是，你能见到它存在的那个痕迹吗？啊，对，因为我对那们好像知道它在，对不对呀对呀但是我们找不到它。对呀那它在哪里呢？在哪里呢？哎，这就是我今天要大胆的猜想了。你猜猜。因为按照量子力学解释来说，我们这个宇宙应该存在很多平行宇宙。我相信这个。对，所以如果平行宇宙真实存在的话，那么那个暗物质所产生的引力应该就是其他宇宙的引力。因为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想？因为我们上一期有说到引力，对不对？整个宇宙有4个力，只有引力是独立的。对。然后按照目前已知的科学来说，引力是可以穿越维度的。为什么我们的引力会这么弱？就是因为它分散在了我们整个宇宙。你想，我们的一个小磁铁，吸一下都能对抗我们地球的引力，所以引力是非常弱的。但是引力竟然可以拉动我们整个太阳系，或者是我们整个宇宙，就说明引力本身又非常强。对，只是它分散了。对，所以它可能被其他宇宙都分摊了。然后在我们刚才说的 CD 级4那里，应该存在着大量的平行宇宙，因为在其他宇宙那里也有很多星球。哇塞！他们的引力互相拉动着我们这个宇宙的那4个星团，然后我们4个星团呢又拉动了其他平行宇宙的星团，所以他们彼此是互相吸引，所以那些质量产生的引力应该都浮散在其他宇宙。你是猜的？哎，我是猜的。但这个是有科学逻辑的猜想，可是你认为？仅代表我们的观点啊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您的观看对我们真的很重要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话，记得订阅哦。订阅。拜拜。拜拜。